我的第一支航空长影片是关于国泰航空的长程 A350 如何将加拿大航空的787梦幻科技摁在地上摩擦的故事。故事的主角 A350 既省油又能飞超长距离，一直是各大航空公司跑长途的主力选手。但你能想象这台空中直角怪物被拿去飞短程会是什么样子吗？这次我就搭上了国泰航空的 A350 短程航班，来体验看看它在这种航线上的表现。比起国泰那些老屁股777-300跟 A330 的体验到底有没有明显升级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找答案吧。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，起飞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n， 今天要来飞的是国泰航空上海香港航线。嘿，没错，又是这条航线，又是这家航空公司。之前其实已经开箱过一次了，不过那个时候搭的是国泰航空的远古神兽777-300跟 A330，那时候也只有这两种机型可以选。不过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现在再去看的话，可以发现国泰航空拿出两个新玩具 A321neo 跟 A350来飞上海了。所以我这次就来玩玩看新玩具国泰航空旗舰的 A350，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同。我们先出发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吧，有点紧张，因为我的心扑通的狂跳。伴随着上海市域铁的开通，上海的两座机场浦东跟虹桥之间的通勤终于缩短到了40分钟，需要来回跑的终于可以不用再挤1个半小时的上海地铁了。这个市域铁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，每15分钟一班，车上有行李架，也有无线充电，基本上跟台湾的机捷是一样的东西啦。可能人再少一点，因为它其实不会经过太多的大站，真的就只是把两座机场连在一起。到机场后，我们先来报到托运行李。国泰航空在浦东机场的 T2， 报到柜台在1，一共有5条报到通道。不是这个5条哦。First Class、Business Class、Premium Economy 跟我们今天搭的 Peasantry， 还有一道是不太需要排队，只做行李托运的，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 check in 好哦。我这一段航班呢，其实是经香港飞温哥华，所以提前就把2张机票都印出来了，行李也是直送温哥华，这样我到香港就可以不用管了。话说我过安检的时候才发现，浦东机场原来是有 Fast Lane Security 的，虽然说好像也不关我的事哦。过完海关来看飞机，这次登机口终于不用走到最边边了，在 D69， 大家最爱的数字。搭乘的是国泰航空 CX367 A350-900， 国泰一共有30台的 A350-900跟17台的 A350-1000， 平均机龄差不多6年左右，所以今天这台 BLRA 算是其中的大哥大了，满9岁。2台 A350 肩并肩，真的好帅。后面再搭配华航的 A350 CI502 的起飞，这画面简直不要太美。OK， 这里我想先跟大家道个歉，有些人可能已经发现这是我第2次上传这支影片。原本这一段是我在聊国泰航空这几年的发展，还有一些关于国泰可能国有化的讨论，但我当时功课做的不够，了解也不够深，表达的更是一塌糊涂。不少观众也指出了这段内容的问题，我认真想了一下，也觉得真的不妥，不只让大家看得不开心，更重要的是，如果影片传达的是错误的资讯，甚至可能误导观众，这样真的不好。所以真的非常抱歉，我决定把原本的影片下架，回到剪辑台，把这段内容给移除，希望能借由这个机会好好修正这个错误。我自己也有好好反省，未来也会 extra careful about the words I spit out of my mouth。但大家如果还是想鞭尸我的话，我也不会闪屁股在这里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享受航空的美好，欣赏航空的魅力。就这样。好，我们拉回来登机吧。今天这台 A350 3舱等的配置一共有38席的商务舱、28席的豪金舱以及214席的经济舱，分别都是标配的121、242跟333的座椅布局。今天我的座位是 47K， 座位的颜色是墨绿色，椅子摸起来很舒服，但后面的皮垫看上去应该是被很多人睡过了。头枕可以上下，也可以左右凹起来，甚至还可以从里往外弯。我忘记拍了，但是长这样，是国泰 A350-900 独有的哦，让你的头有更多空间可以移动。椅子宽度就还可以啦，旁边没有坐人，所以蛮舒服的。Leg room 也可以很舒服的塞2个拳头，相较 A330 那可怜巴巴的椅具还是很不错的。椅背的话，下面有个大口袋，之前搭777-300前面还会有一个小口袋，这个没有就小可惜。我还蛮喜欢拿来放护照的说，大口袋里放了一个国泰的耳机、安全须知、呕吐袋，还有一本杂志。餐桌的话是可折叠式，在上面还有一个手机架，这个可以拿来放杯子，跟我不知道可以拿来放什么东西的一个洞，里面还偷偷藏了一个小小的置物空间，也是不知道拿来干嘛的。一点很奇怪的是，你必须得把这个手机架放下来，才能使用娱乐系统下面的 USB 插孔。这算设计缺陷吗？但其实没什么差，因为椅子下面还有万能插座，每3个椅子分2个。然后就是飞机窗是手拉的，椅子的旁边有 Kotak Armrest 可以调整的同时，耳机插孔也在顶部，不会卡到我的大屁股。在网上看的话，有 Personal Reading Light， 但没有 Personal Air Vent， 差不多就这样。坐下不久后，空服就开始走来走去，问有没有要毛毯的。我要了一个的同时，顺便多要了一个枕头。可以看到枕头套是真的布料，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塑料。毛毯也是舒服的，所以给个赞。
接下来来看娱乐系统，娱乐系统是可调整的，不过跟下面的 USB 插孔一样，你需要把手机架打开才能方便的调整，蛮奇怪的。至于电影选择，我认为是丰富的，你跟其他亚洲航空公司比的话，国泰的选择真的是比较 international 的，各种语言跟类型的电影都有，游戏、电视剧、音乐当然也少不了。然后搭 A350 最棒的地方就是有机上相机可以看，下面上面的视角都有，我相信是所有航迷的最爱吧。飞机起飞后，我们再来看厕所。一进来的瞬间就看到护手霜掉到地上了，还好不是肥皂，要不然我捡起来就会有点尴尬。厕所里有包尿布的台子，一个 Kotak 全身镜，并有打灯但意义不明的置物空间。瓶瓶罐罐的话有国泰的 Hand Gel， 刚刚捡起来的护手霜，然后再一个 Hand Wash。厕所里还有纸杯，可以把便便味道吹散的 Air Vent， 可以调整水温的水龙头，还有可以拿来擦手跟擦屁屁的纸。洁癖的话也有马桶套可以用哦。整体还不错吧？以短程航班来说，该有的都有，很棒。回座后，我们就准备来吃午餐吧。这次的选择口令是鸡肉饭或者是猪肉马铃薯，我选的是鸡肉饭。饮料的部分，我问空服有没有什么推荐，空服就混了一个贝荷叶气泡水加苹果汁，超级好喝。苹果汁的甜有被稀释掉，加上一点气泡，超级 refreshing， 推荐给大家。再来看看鸡肉饭，我吃了一口的第一反应，这应该是猪肉马铃薯吧？是不是不小心给错了 ？But apparently not。这支影片上传的第一次，就有些朋友说这其实是鸡肉饭，认真。但这怎么看都比较像叉烧跟马铃薯吧，我吃完也觉得这不像鸡肉啊，你觉得呢？到底是我味觉有问题，还是这个真的是猪肉马铃薯啊？但不管怎样，我还是把它吃掉了，非常烫，但那个汁很下饭 ，tasted surprisingly good， 莲藕调味的也很棒，是一顿吃起来比看起来要好吃的那种。可惜的是面包不是热的，而且有点硬。不过我还是很爱吃面包配奶油，所以咕噜咕噜吃掉。水果的部分冰冰甜甜很好吃，有哈密瓜、火龙果跟西瓜。然后哈根达斯这次是我没吃过的味道 ，Summer Berries and Cream， 偏甜但奶味有够哦，蛮好吃的。吃完了，最后国泰也有提供咖啡 and tea， 结束这轮简单的 meal service。然后我当下其实还不太服，觉得没有吃到鸡肉饭有点难过，所以问了空服，如果有多的鸡肉饭的话，可不可以再多给我一份？空服超级 nice 的说好，而有看第一部的就知道，结果当然是上了一模一样的东西。当下我真的是满头问号，还以为空服连续2次给错。但如果真的是鸡肉饭的话，我再跟国泰道个歉，是我错怪你了，我检讨。Anyways， 整体还是很不错啦。撇除我搞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在吃什么以外，以短程航班来说，算是很不错的飞机餐了，不挑不挑。趁最后一点时间再来看看机上 WiFi。国泰表示，从2025年8月开始，他们所有的客机都会配备网路。不过有网路不代表免费，目前只有头等舱、商务舱跟钻石卡的旅客可以免费使用。我们这些经济舱舰民想要的话，就只能乖乖掏钱啦。然后就准备降落香港国际机场了，2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国泰真的很稳，每次搭乘体验都非常一致。这并不是坏事，但搭乘久了还是会觉得好像少了点惊喜或创新感。这点我觉得台湾的航空公司就做的比较有活力，每一家都有联名。而在这其中，如果对华航跟吉利卡哇联名感兴趣的，也请记得订阅哦，之后会上这一支的开箱。最后简单对比一下 A350 跟之前搭过的2个旧机型，相比777-300 A350 经济舱最大的优点还是在座椅333的配置，比起777的343还是小胜，跟 A330 比的话就比较明显了。椅子都还停留在国泰港龙的时代，跟新一代的椅子根本没法比，椅距也屌打，所以大家如果有选择权的话，考虑一下 A350 吧。好啦，这支影片就这样，第2段香港飞温哥华，我应该会隔几支影片后再上，要不然都是国泰的内容，你们不发疯，我自己都要发疯了。下一集会是我第一次的商务舱体验哦，没错，长荣我又要回到你的怀抱了，超级期待跟大家分享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